今年是非比寻常的一年，全球都经历了疫情的考验，而很多国家现在仍然在经历第二波疫情。在这中间，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。我们尽力为往生者诵经回向，好好的安慰那些经历了伤痛的家人朋友。而医生护士这些作为医护的工作人员，今年更是极为艰辛、极具挑战的一年。感恩他们的无私奉献，很多人呢又被救回了生命。在疫情期间，为这个世界少一分痛苦，多一些温暖，坚持奉献的人们，一并献上我们的礼敬和感恩。因为必须隔离，所以才能够对抗蔓延的疫情。很多人的工作、财产心理其实都受到了重创或者创伤。在入行论中说，佛子虽逢难，善增罪不生。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，无论是在身处逆境还是顺境，能够造极善业都是令人欢喜的，因为善因会感得乐果，是最为吉祥。所以祈愿大家努力振作，珍惜活着的每一天，继续创造生命的美好，还有生命的奇迹。因为疫情，一生人呢转为了线上，希望大家能够投注真心。此时此刻，我们齐聚一堂，意念师父，供养师父。在疫情期间呢，出家人努力的闻思修，居士们呢也从没有间断学习正法，以此供养，令正法久住，令师欢喜。然后愿此功德能回向众生，希望众生都得到安乐。师父在30多年前，在汉地用汉语为我们宣讲了广论，然后并且呢，开创了一种学习广论的方式，就是广论班。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，可以说几乎都是因为师父的恩德，今天才有机会学习到宗大师的教法。在这么多年当中，师父在我们的心绪里建立了对于皈依三宝、深信业果，然后还有出离心、菩提心的这些正知见，让我们在心中渐渐地升起了一颗好要希求、去入成佛之道的心，并且脚踏实地的从调伏内心、取舍业果开始修起。这一切的基础呢，都是师父为了让我们更进一步学习后面的道次第所做的准备。在大大小小的开示中，师父不遗余力地启发我们建立教法、饶益他人之心。比如说从一开始的观功念恩待人着想，然后为我们讲了许多经论，启发我们从入道之初就能够欢喜大乘、向往大乘，乃至呢真正的走向大乘。像打开很多同学的广论书，我们的前半部分因为常常翻阅，颜色都是有点暗，但是后半部的纸观呢却洁白如许。然后多年来我们都致力于说前半部分的广论的学习。我这本呢是新的，看得不明显，
我的旧书也是非常明显，前半部都是有点暗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致力于前半部的学习，对于广论呢，后2度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学。然后虽然比波舍那呢，师父也有请师长为我们讲过，但是只有少部分的法师完整的听过一遍。至于奢摩他呢，完全的没有学。在大乘当中呢，最主要的修持是什么呀？就是6度，对吧？6度当中的静虑波罗蜜，以及呢，般若波罗蜜，有在认真听吗？也是呢，就是禅定与正达空性的智慧，这2点呢是最为甚深，也是最容易因为没有足够的基础，还有正确的引导，然后会误入歧途的。我们都可能有同样的观感，禅定极具魅力，具有难思的魅力。很多人呢，很多修行人一上手就想要修定，可是呢，如果没有系统的学习前面的道次第，可能就会出麻烦。比如师父就跟我们说过，说有人有舍事专修之心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他到山上去修行，然后住在非常简陋的茅棚里边，然后物质生活呢也降到了最低，每天打坐。可是呢，上了座呢就开始昏沉，然后1年、2年、3年，如果10年之后去看了，哇，这个上座还是在昏沉，还是如此。如果一生如此的话，岂不是虚度了吗？所以师父在开示中都有告诉我们，有人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修行，费了这么大的苦心，可是呢，却在昏沉的这种状态之中呢，就是修行了一生。所以这完全是不入道的一种修行，浪费了生命是非常可惜的。然后还有的人呢，观想一片虚无空白，就是好像什么也不想，就认为自己呢是在修空性，甚至因此呢毁坏了业果的取舍。这些呢都是因为没有前面的基础，以及呢正确的引导所产生的果实。我的善知识们也说过，说学习止观最重要的就是前行的基础，而这个基础最主要的就是要学习暇满无常啊，然后皈依业果。然后师父这么多年来教导我们学习广论的道次第，就是希望我们能打下坚实的基础，进而有资粮学习止观。好多年了，许多学员都非常非常希求止观的学习，然后我也收到了非常非常多学员的来信，每到一处他们就说我们要学习毗婆舍那，什么时候学习毗婆舍那？都希望能学习毗婆舍那，就学习止观。其实呢，这也是师父的心愿。然后这2年来呢，就说我一直跟大家说，我们一定要开始学习止观，然后今年2020年一定会开始讲，开始学。很多同学对毗婆舍那空性的法类非常的希求，而我也请示了善知识，要学习毗婆舍那呢，要依着次第，要先学奢摩他才如法，而且呢，要升起毗婆舍那，也一定要先升起奢摩他。所以今年我们就从奢摩他呢开始学习，也算是学习毗婆舍那那一部分的内容。借着这个因缘呢，今天我也希望非常简要的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止观的概要，请大家认真听。提到止观，也就是奢摩他和毗婆舍那。奢摩他呢是梵文的音译，
意义就是记止、记住，止息沉掉，安住于所缘上，所以称之为记止。这是从字面上来解释的。比布舍那呢，也是梵文的音译，意义呢就是圣观。圣观是相对于谁那个殊胜的圣的圣观呢？也就是看见了比奢摩他所见更为超胜的内容，也就是透过观察抉择，看得比奢摩他更加的就是清晰，然后更加的透彻，所以称之为圣观。这是从字面上来解释。那我们修行人为什么要学习止观呢？这个就可以请大家翻开广论，翻开广论336页，然后第7行，如解深密经云：此事，注意啊，这解深密经会回答我们这个问题，说此事若诸声闻，若诸菩萨，若诸如来，所有世间及出世间一切善法，应知皆是此奢摩他比波舍那所得之果。有看到吧？所以在这经典里边说呢，无论是大乘还是小乘，无论是世间还是出世间的一切功德，注意哦，不是一部分的功德而已，也不是大部分的功德，而是一切的功德，一切的功德。那么所有一切的功德呢，都是止观的果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我们的心中无法升起止观的品类，随顺的止观，甚至是真正的止观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获得任何功德的。在经论当中呢，宣说了无量无边的三摩地，而止观就是这一切的什么总纲。然后请大家再翻开广论，还是337页的倒数第3行，有莲花戒论师所造的修辞下篇。看，说修辞下篇云：世尊虽说诸菩萨众无量无数等持差别，然止观二品能遍一切圣三摩地，当说止观双运转道。说佛陀虽然宣说了菩萨无量无数的等持，也就是三摩地，但是止观能够遍摄一切三摩地，所以呢，应当宣说止观双运的道。那么大小乘的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功德，既然都是止观或者随顺的止观品类的果，那么到底什么是奢摩他呢？这个奢摩他呢，有一个特色，异于我们平常的状态的一个特色，就是呢，有清安。至于什么是清安，可以在我们学习奢摩他的时候学，喜乐、清安。然后它这个清安还是殊胜的清安，被殊胜的清安所摄持修所成的，注意三摩地就是奢摩他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就是止息了沉，止息了调举，然后这种非常专一，然后安住在善所缘上，然后被殊胜的清安所摄持的，这就是一个什么奢摩他的状态。那么广论上怎么定义的呢？看一看广论的339页，339页倒数第4行，修字中篇一云，说外境散乱，
即止息矣，于内所缘，恒常相续，任运而转，安住欢喜清安之心，是名奢摩他。有看到吧？这个我们就是要开始学，说止息了对外境的散乱，恒常相续的去入内在的所缘，安住于具足欢喜以及清安的心，就是奢摩他。那么奢摩他到底是什么？是不是一种心的状态？心的状态，只不过它是止息了对外境的散乱，恒常相续的去入内在的我们的内在的所缘，然后它是安住，就是一直轻松的，不用费力气的，然后具足欢喜和清安这样的一个心的状态，这就是奢摩他。那么就说著名的毗婆舍那，在这2年就到处会听到同学说，哇，想学毗婆舍那，想听毗婆舍那。那么到底什么是毗婆舍那呢？在奢摩他的基础上，然后被抉择力衍生的殊胜清安所摄持的，注意，所摄持的智慧，就是毗婆舍那。换句话说呢，在奢摩他的基础上，更进一步的去观察所缘境，然后透过观察抉择的力量衍生了清安。注意哦，这又是一种清安，不是奢摩他的清安，是透过观察抉择的力量衍生的清安。这时候就获得了毗婆舍那。获得了毗婆舍那的时候呢，就获得了什么呀？止观双运，因为在原来的奢摩他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毗婆舍那，所以获得了止观双运。那么在广论还是339倒数第3行说，既由安住奢摩他时，思则真实是名毗婆舍那。这个还是修次中篇中莲花戒论师写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安住于奢摩他，然后思则那个境就是毗婆舍那。奢摩他的定义，毗婆舍那的定义，还有为什么会修习止观，我们大概都听了一下。那么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问题，说我们可不可以只修毗婆舍那，或者只修奢摩他呢？因为有的人就是比较相应修定啊，可能就是只想打坐，只想就说修定。然后有的人呢就比较喜欢抉择啊，喜欢观察抉择，然后可能呢就只想修观胜观，修毗婆舍那。可不可以只修奢摩他，或者只修毗婆舍那呢？这个问题到哪里去找答案呢？还是在广论上。请大家看341页的倒数第5行，修次中篇中说，为观离止，如风中烛，于且是心于境散乱，不能坚住，不生明了智慧光明，故当双修。这个是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广论的这段文字在说什么呢？比如说在夜晚，我们去就是看一个很古老的壁画，墙上的壁画，然后如果我们想看清楚这个墙上的壁画呢，所以要点燃灯烛。可是如果风很大的话，即使点燃了蜡烛，我们也是看不清墙上的壁画，因为那个烛火在颤动，所以说可能就是在颤动的那个中间，我们是无法分清楚这个壁画到底是看不清楚的。如果
没风，可是呢，这个灯非常的暗，比如说就像豆粒那么小的一点光，然后可是那个壁画很大很大，我们一直很难看清全部，无法看清楚墙上的壁画，然后所以它必须在风也不大，灯又很亮，然后这两者才能看清楚壁画。同样的呢，如果没有声波塔，我们的心就会被沉掉的风所扰动，没法安住，无法清晰的看见空性。可是如果没有比波舍那的话，就是没有亮，没有那个烛光，我们的心呢就像处在黑暗中，没有光明，也无法清晰的看见空性。如果在黑暗中，应该一点也看不到，别说清晰了。所以呢，必须透过修学奢摩他和比波舍那，才能够清晰的看见空性的内涵。请问为什么要看见空性的内涵呢？那为什么要修行？要了脱生死啊！不仅要了脱自己的，还要了脱所有有情的。所以空性一定要看清楚，一定要了解。这就是为什么要修学直观二者的原因啊。那么是否要先升起奢摩他之后，才升起比波舍那呢？次第是这样的吗？答案是确定的吗？大家可以看看宗大师在广论上是怎么讲的，应该是在344页。宗大师在广论上引了入行论，在344页正数第2行，入行论云：当知具直观能摧诸烦恼，故应先求止。所以说未先修止，次依止故，乃修妙观。说必须要升起奢摩他之后，才能够获得比波舍那，然后不可能先获得比波舍那之后呢，再获得奢摩他。我们呢，也一定要依着次第，依着正确的次第来修学。